楼下夫妻没事找事，我们掉根筷子都能招来辱骂，甚至房子里没人他们还骂。最后忍无可忍，我们搬家了。邻居们议论纷纷，这小两口太好说话，只能被欺负。碰上这种不讲理的，可不就是吃哑巴亏？还是年轻，怕事儿，没啥手段。楼下夫妻叫嚣，就不信搞不走你们。可他们不知道，搬走当天我就花重金请来了装修师傅。李师傅，麻烦把非承重墙拆了装，装了拆。每隔10分钟，电镐哒哒哒来一阵。工期不急，先拆个2年。电话那头倒吸一口凉气啊！我们刚搬进新家不久，楼下那对夫妻突然在业主群里开喷，楼上的小崽子吵死了，能不能消停点？整天咚咚咚爬，别人还要不要休息了？再吵信不信我告你们扰民！我连忙在群里道歉，并立刻下单了家后的全屋爬行垫，又叮嘱阿姨务必关紧门窗，尽量哄宝宝早睡。但才消停了2天，更恶毒的谩骂就再次刷屏。棺材板压不住了吗？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生个孩子跟养了头驴似的不管不顾。看着怀里懵懂无知的宝宝，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我们已经全屋铺上了最后的爬行垫了，晚上也很早就休息了，真的没啥声音了。宝宝才8个月，我们在尽力控制了。楼下邻居却依旧不依不饶的，铺个破垫子有屁用？你们一家子走路都带震，8个月了不起啊？管不好就塞回去，筷子还老掉地上，不会拿就别吃了。再让我听见一声响，别怪我上去砸门。我们家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所以24小时你家必须绝对安静，做不到就给老子滚蛋！我懵了，和老婆私下讨论，是不是楼下这段时间压力太大，所以才会这么暴躁？也许暂时避开，让大家都冷静下会好点。于是我们决定带着宝宝回爸妈家住几天。可3天后，业主群里再次被咒骂刷屏。有毛病啊！说了不听是吧？还在那咚咚咚，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我盯着手机，满脑的问号。您是不是误会了？我们全家都在外地，家里根本没人。楼下瞬间回复：头顶传来的不是你们还有谁？少他妈装蒜！现在假装不在家，晚了。小兔崽子不知道多吵，真是狗不嫌变臭。这些字眼气得我直打哆嗦。老婆忙一把抢过手机，跟这种人没道理可讲，我们要么还是搬走吧。那我们就这么算了吗？怎么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好好说话，不代表我们好说话。第2天我们就回家叫了搬家公司，老婆沉默地指挥着搬家师傅搬家。许多邻居围着我们窃窃私语：哎，这小两口太好说话了，只能被欺负。碰上这种不讲理的，可不就是吃哑巴亏吗？还是年轻，怕事儿，没啥手段。当货车缓缓启动时，那对夫妻出现在楼道口。只见那男的扯着嗓子喊：哼，老子就不信搞不走你们！可我却坐在车上平静地掏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喂，是李师傅吗？喂，是李师傅吗？在我们搬走的第2天，一个拎着沉甸甸工具箱的老师傅就溜溜达达地走了进来，邻居们纷纷探头：哟，师傅来装修的。李师傅憨厚地笑着：哎，是嘞是嘞，这是给谁家装修啊？李师傅往上一指：喏，就那家啊！邻居们一愣，那家不是昨天刚搬走吗？空房子还装啥？呵呵。李师傅搓了搓手，笑容朴实无华。房主交代就简单弄弄，拾掇拾掇。他那语气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去补个墙洞。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昨天接到我那个电话时，他差点把烟头摁自己手上。李师傅，麻烦您把我家里那些非承重墙拆了建，建了再拆。每天隔个10分钟，您就拿电镐哒哒哒哒来上一阵子，不用太久，听着响动就成。先拆个2年，工钱按市价的2倍。周结。电话这头，李师傅懵了啊，这活听着邪门啊！可那2倍工钱，周结几个字，挠得他心痒痒。有钱不挣是傻子啊！李师傅牙一咬，行，您说了算。现在是该开始工作了。李师傅先是在室内及门口都装好摄像头，然后他走到非承重墙面前，拿起工具开砸，哐哐哐，粉尘翻涌。他砸了一小块墙之后，安静了10分钟。时间一到，李师傅就立刻抄起脚边的电镐，熟练的扣动开关。下一秒，富有穿透力的哒哒哒声响起，穿透楼板，直抵楼下。当第一阵哐哐哐的闷响声穿透地板时，楼下夫妻还以为是自己幻听了。声音停后，他们刚喘了一口气，一阵远比之前更狂暴尖锐的噪音毫无预兆的在他们耳边炸开。他们惊恐地看向对方，脸色煞白。楼上不是搬走了吗？禽兽，你快上去看看，简直要命了！真是反了天理，敢这么折腾！等着，我这就去。他们要是敢乱来，老子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禽兽说完就冲上楼，然后就发现我家大门敞开着，里面的李师傅正抡着大锤对墙壁哐哐猛打。他们在搞什么鬼？拆楼啊！李师傅放下大锤，憨厚地笑着：大哥，这是房主让俺干。他说这墙不结实，得拆了重弄，弄结实点。俺就是一干活的，老板咋说，俺咋干。禽兽于是憋着一肚子火，在屋里巡视了一番，最后啥漏洞也没发现。于是他狠狠瞪了李师傅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给我轻点。”然后就铁青着脸走了。咋样？楼下禽兽的妻子柳如烟焦急地问他：“再砸墙，说弄结实点。”柳如烟一脸绝望：“这得搞到啥时候啊？我都要神经衰弱了。”他们现在刚开始，抓不到把柄，等过几天，我少不了给他们好果子吃。于是这几天，那规律的令人发狂的哒哒哒声每天都会准时响起。几天后，两夫妻的精神濒临崩溃。这天晚上，禽兽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拨通了我们的电话。电话刚一接通，他就爆发了：“你们在搞什么鬼？”他声音嘶哑：“马上让那工人停下，不然老子……”我打断他：“
不然怎样？我们在合法装修自己的房子，有问题请找物业。我顿了顿，笑了。或者报 J。行，牛种，这事没完，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你给我等着。然后隔天一早，禽兽夫妇就大张旗鼓地闯进了物业办公室，大声叫嚣着让物业解决这件事。只见禽兽拍着桌子，唾沫横飞。这事儿就是这样，你们到底还管不管？柳如烟也尖着嗓子哭嚎。投诉！我要投诉你们不作为！我们业主的钱这么好收的哇？你个收钱不办事的玩意儿！今天不给个说法，我们和你们没完！物业经理被吵得一个头两个大，好说歹说才把人安抚住，随后立刻就派人上门查看了。物业到现场后，发现屋里就装修师傅一个人，他当时正慢悠悠的砌墙，看着要多老实有多老实。后来李师傅一脸茫然的领着物业人员转了一圈，屋里除了装修工具，其余地方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违规操作。于是物业又打电话给我核实情况。我的装修手续齐全，装修时间合法合规。最后物业人员无功而返，只能硬着头皮回复禽兽夫妇。秦哥、秦嫂，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这真没办法，我们也得按规矩、按流程来办事，对不？人家业主正规装修，我们也找不到介入的理由啊！禽兽气得浑身发抖。你们真是一群吃白饭的废物，老子给你们交钱有个屁用！物业的脸色顿时暗了下来。最后从物业的办公楼出来后，柳如烟脸上的不甘几乎要溢出来。禽兽，难道我们就没辙了吗？任由他们骑在我们头上？禽兽咬牙说：“怎么可能？我们报罪，我就不信找不出他们的漏洞。我们报罪，我就不信找不出他们的漏洞。”不久后，两位帽子叔叔依规上门，李师傅赶紧放下工具，非常配合地出示了装修备案文件、施工许可证以及详细的施工时间表等。然后他指着屋里的非承重墙，憨厚地解释：“帽子同志，您看，就是这墙，房主说质量不行，让俺拆了重砌，弄结实点。俺都是按规定时间干活，每次电稿也就想个10来秒，一点都不敢超时。”帽子叔叔仔细核验了所有文件，又检查了一遍屋内，没有发现违规物品，而且噪音源也符合标准，是短时冲击作业。依照程序，帽子叔叔拨通了我的电话进行核实。我清晰地陈述：“帽子同志你好，我们聘请的装修师傅严格遵守法定施工时间，工作日早上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中午及夜间，法定节假日绝对停工。工人每日准时离开小区，有出入记录可查。您提到的噪音是使用电镐进行必要的墙体加固作业，每次持续时间严格控制在10到15秒内，且间隔时间很长，完全符合相关装修管理规定。所有装修手续合法合规，物业处均有备案。我们非常理解邻居感受，但确实是在合法行使权利。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调查的吗？帽子叔叔认真记录了我的陈述后，转向跟在他们身后的禽兽夫妇：“我们已现场核查，并联系业主核实，该户装修手续齐全，施工时间、作业方式均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未发现违法行为，局子无权干预合法装修行为。你们的诉求建议通过协商或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但需提供其违规的确凿证据。”禽兽夫妇满脸的难以置信。帽子同志，你们不能不管啊！柳如烟猛地抓住帽子叔叔的胳膊，哭嚎起来：“你们可要给我们做主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小命不保啊！”帽子叔叔抽回手臂：“你若是在无理取闹，就对你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于是禽兽夫妇彻底蔫了，而李师傅则在帽子叔叔走后，对着监控镜头比了个大大的眼，接着就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拎起电脑开工。后来楼下难得消停了几天，但正当我们以为禽兽夫妇终于偃旗息鼓时，李师傅却给我打了个电话：“怪了，屋里突然停电了，电镐哒哒正欢呢，突然就哑火了。”我们起初没多想，以为是小区线路问题，便让李师傅先歇着。师傅不急，等电来了再说。可直到第二天下午，电还是没来，这不正常。我马上拨通了物业电话，但物业却说小区这2天供电一切正常。于是我顿时想到了什么，就跟李师傅说：“李师傅，麻烦您去看看电表箱。”没过多久，李师傅带着火气的声音就传来了：“哎呦喂，是入户的电线断了。”我立刻找人过去，把电线重新接好。但第二天，李师傅的电话又来了：“真是邪门了，那电线又断了，像是被剪的。”我无声地勾起嘴角：“没事，看来是有人按捺不住了。”当天下午，一台低噪的小型发电机被悄悄送进了屋，而夜幕降临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鬼鬼祟祟地摸到我们房门口的电表箱前，熟练地掏出工具，然后咔嚓一声，电线应声而断。他马上露出了得逞的狞笑，却浑然不知他头顶那个不起眼的监控探头早已将这一幕记录下来。后来剪电线的小把戏在发电机的加持下成了无用功，李师傅的哒哒哒声依旧准时响起。几天后，禽兽夫妇又开始在业主群里骂人了：“楼上那个搞装修的，一看就不像好人，就是贼眉鼠眼、流里流气，一整个老混混。这种野路子装修队能干出啥好活？别搞出啥问题哦！动静大的吓死人，整栋楼都跟着晃，跟地震似的。”邻居们纷纷回复：“啊，不会吧？我看那师傅挺憨厚的啊。”动静很大吗？我明天仔细听听。看着群里的议论，我面无表情地将几张图片和一段音频甩进群里，是报具回执、盖着公章的装修许可证照片，还有一段柳如烟在帽子叔叔面前撒泼的音频，并附上一段有理有据的文字。我合法装修，却遭遇多次恶意针对，相关证据已固定，望周知。群里瞬间安静了几秒，随即风向悄然转变。嚯，都闹到报剧了。禽兽家这吃相是有点难看了。
没啥真凭实据就造人家师傅的谣，过分了吧？于是禽兽他们彻底哑火，因为规律性的哒哒哒每日准时响起。持续数周后，禽兽夫妇的精神已经被折磨到极限了。听说禽兽因为神经衰弱导致工作出现了严重失误，被勒令停工回家了。而柳如烟则出现了幻听，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不堪忍受的两人还尝试搬去酒店住，但几天后他们就灰溜溜的回来了。黑点抢钱啊！住几天比1个月房贷还贵。再后来，2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开始锲而不舍地给我打电话了，我直接设置了陌生号码拒接，于是世界瞬间安静了。再后来，装修师傅开了装修工日常的直播，有眼尖的热心网友结合定位和画面里隐约可见的小区特征，顺藤摸瓜还原出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在弹幕和评论区疯狂科普。于是直播间瞬间炸锅了。卧槽，还有这么不讲理的邻居啊！长见识了。李师傅，给我搭，代表月亮搭死他们。一个棒棒糖搭一次，宝子们礼物刷起来，让师傅搭出节奏感。支持正义哒哒哒，已关注。李师傅坚持住，听说要气2年，楼下那对奇葩不得原地升天啊！哈哈哈。2年，哈哈哈哈！这复仇计划我跪了。必须追更，我要看满2年，1天也不能少。这时，一位热衷刷视频的邻居给禽兽发来了消息：禽兽，快看，这不是你家楼上吗？他这是在搞直播呢。禽兽点开链接一看，被密密麻麻的弹幕糊了一脸。1个棒棒糖搭1次哟，李师傅冲呀！哒哒哒，为楼下邻居的崩溃而干杯！哒哒哒，欢乐电搞哒哒哒，我怎么唱起来了？2年工期打卡 day 23。2年，我敲！他爆发出一声怒吼。敢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要搞嘎他们！柳如烟也彻底崩溃了，在业主群里连发了几十条60秒的长语音辱骂，内容不堪入耳。禽兽则抄起一把大锤就冲上了楼，开始疯狂砸我的动物。开门！再不开门，老子把门砸烂，谁也别想好过！开门！再不开门，老子把门砸烂，谁也别想好过！门内，李师傅脸色发白，心脏狂跳，他深吸一口气，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门。门刚开一条缝，禽兽就蛮横地撞了进来。我让你的，我让你的！禽兽完全失去了理智，看到什么砸什么。他把李师傅带来的工具全都砸了，最后整个房里如暴风席卷，一片狼藉。李师傅则紧贴在墙角，停住呼吸，一动不敢动。最后，禽兽喘着粗气，拿锤子指向李师傅。听着，你们明天还敢开工，我继续砸，见一次砸一次，老子豁出去了，谁都别想好过。说完，他就摔门而去了。李师傅抖着手摸出手机，和我汇报了这一切。我听着电话那头李师傅惊魂未定的声音，目光落在屏幕上，只见高清的监控画面里，禽兽挥舞锤子疯狂破坏他人财物的每一个动作都被清晰的记录了下来。我声音平静：李师傅，您人没事就好，东西砸了就砸了，我2倍赔偿您。至于禽兽，我的指尖划过屏幕，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这可都是他自找的。但禽兽的疯狂行动竟还未结束。当天深夜，刺耳的手机铃声把我吵醒。是李师傅，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后怕和愤怒。老板，我电瓶车的刹车线让人给剪了。老板，我电瓶车的刹车线让人给剪了，下坡根本刹不住，摔了，腿可能折了。后来楼上的哒哒哒没有再响起，禽兽夫妇贪婪地享受着这久违的宁静，安安稳稳地睡上了几个囫囵觉，精神都好了不少。所以柳如烟一边给禽兽削苹果，一边奉承他。还得是咱家禽兽出马，就你上去那么一砸，瞧把他们吓得连个屁都不敢放了。这清静日子可算是回来了。禽兽则四仰八叉地瘫在沙发上，得意地哼了一声。那是你是没瞧见老子当时的威风。禽兽唾沫星子横飞，那帮怂货只敢躲在背后阴人，一动真格就被吓得屁滚尿流。则跟我道，哼！他啃着柳如烟递过来的苹果，长叹一声，舒服，太舒服了。但几日后，一阵沉稳有力的敲门声在禽兽家门口响起。禽兽开门后，只见门外站着几位身着制服的帽子叔叔。禽兽，我们是海城橘子的帽子叔叔，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禽兽闻言僵了一下，随即爆发剧烈的挣扎和嘶吼。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什么法了？帽子叔叔不为所动，动作利落地控制住他。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刑法相关规定，你涉嫌实施多次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故意毁坏私人财物，使凶器威胁他人人身安全，以及涉嫌故意毁坏他人交通工具，危害公共安全等，现依法对你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你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聘请律师。然后冰冷的手铐咔嗒一声落下。原来1周前，我们整理了目前手中的证据，包括长期辱骂恐吓的聊天记录截图，多次非法剪断入户电线视频，拿着羊角锤闯入家里的视频，剪断电瓶车的视频，电瓶车损坏鉴定报告及维修单据，李师傅腿部骨折的医院诊断证明。同时我们还走访了小区内多户邻居，他们自愿出具书面证词，证实禽兽夫妇长期存在异常敏感、易怒、频繁无端辱骂骚扰邻居，精神状况极不稳定等问题，对其行为早有不满。而且物业还提供了一份记录本，上面赫然记载着数年前禽兽夫妇曾用相似手段逼走了楼上及隔壁单元的至少2户租客、3户业主。这份记录夹带了物业公章，并有当时工作人员的简要备注。基于以上铁证，我们正式向橘子提出控告，要求依法追究禽兽的刑事责任，并同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其赔偿。后来，禽兽被拘留的消息在小区传开了。听说了没？禽兽那家子干的事，啧，真够下作的。可只听说，我都亲眼看见了。
被铐着手铐带走的。活该，真是恶有恶报，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这几日大家见到柳如烟也不再打招呼，直接绕道就走。柳如烟彻底成了小区的瘟神，让邻居们避之不及。几日后，禽兽家那套房子被仓促地挂上了中介网站，价格还低于市场价。但每当有中介带客户来看房，总能恰好听到邻居们看似随意的闲聊。哎，怎么又有人来看这房？这家的男主人刚被帽子叔叔抓走，听说犯的事儿可不小，正拘留着呢。是啊，那男的脾气暴得很，有暴力倾向，上次抄着大铁锤砸楼上，吓死个人。这种业主谁敢沾边？最要命的是楼上，听说那个业主要叮叮当当的装修整整2年。这些看似无意的闲聊，瞬间浇熄了所有看房者的热情，于是看房的人数断崖式下跌。1周之内，房价一降再降，却依旧无人问津。最终，在恐惧和绝望中，柳如烟那根早已绷紧到极限的神经，啪的一声彻底断了。她被紧急送往了医院，诊断书上赫然写着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与此同时，禽兽也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6个月，还要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并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后来，坐牢的禽兽得知柳如烟得了精神病后，脸上只剩下一片死灰般的绝望。变卖房产成了秦家唯一的出路。然而，那套房子早已声名狼藉，挂牌价一降再降，最终这套地段优越的房子以低于市场价60%的骨折价仓促成交。最后，柳如烟在几位远方亲戚的陪同下，把能拉走的家具都搬上了车，永远离开了这个小区。几个月后，当我们再次推开那间房子的门，迎接我们的竟是一个窗明几净、焕然一新的屋子。只见李师傅正拿着块软布，细细擦拭着最后一点浮灰。看到我们，他立刻憨厚地笑了。李师傅，这……我环顾四周，声音带着惊喜和不解。当初楼下那家搬走，我就跟你说可以随便应付了呀，你怎么还把房子拾掇得这么干净？嘿嘿，老板，还得谢谢您2位当初给的机会。那活儿，嘿，虽然特别，可真让我开了眼。说着，他掏出手机点开直播呀，屏幕上赫然是他的账号主页，粉丝数相当可观。您瞧，自打那事儿之后，好多网友都来我直播间问我装修的门道，聊着聊着，嘿，我这半辈子老手艺倒成了网红了。他不好意思的挠挠头，笑容里满是朴实的高兴。这些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谢谢老板。李师傅，你太客气了。老婆也笑着拍拍他厚实的肩膀，这是你自己的本事，以后肯定越来越好。有机会再见。李师傅收拾好工具包，挥手告别。一定会的。我们站在焕然一新的门口，目送李师傅的离开。他带着新的人生际遇，脚步轻快地消失在楼道里。